太乐观。我走之后，全族大小事务和集团全交由瑶瑶打理。顾氏是南城首富，100年大族，你今后要带领。爸，顾氏集团交给我，您放100个心。由我带领的度假村，今天开始动工了。只要这项目能成，咱们顾氏集团的商业版图能扩大1倍。瑶瑶，你能力是有的，切记戒骄戒躁。顾家能有今天的权势和地位，全因为我们在西山的。最新消息，顾氏集团备受瞩目的西山度假村项目于今日进行山体爆破后，现场惊现古建筑遗址，初步判断其建筑历史悠久，受损情况有待进一步勘查。你动了西山！贤尊，念在我顾家先祖昔日的情分上，请您护佑我顾家灵脉周全。800年前，外族南下，若非是顾家先祖出手相助，我早就不在人世。这份恩情，我一直铭记。我身后的灵脉，关系着顾家世代的气运。我愿在此修行50年，护顾家灵脉周全。期满之后，我便飞升仙境，从此与顾家再无任何瓜葛。是神迹呀！快给我备车，我要去现场！快，马上，马上！顾玉山官桥无方。只是逆女冒犯仙尊，恳请仙尊责罚。恳请仙尊降下责罚。请仙尊现身降下责罚。大胆顾玉山，你可知这西山神寺压制顾家的灵脉？一旦有失，顾家将万劫不复。当然，只求您年在思瑶，年少无知，不要迁怒晚辈，更不要迁怒顾家。玉山愿以死谢罪。小山啊，几十年不见，你还是这般刚烈，不愧是顾家一脉相承的性子。起来说话。仙尊恕罪。顾家灵脉现世，你才1日，灵脉便存1日。顾家如今的权势地位，少不了您的庇佑。只是什么？距离约定之期只剩2年，但我命不久矣，已将顾家托付给女儿思瑶。玉山斗胆，请您屈尊迎娶思瑶，无需真情，只需给她一个名分，在身边护她2年。2年之后，您自可离去。玉山，求您了！荒唐！我爸到底怎么想的？病成这样还来这种鬼地方？项目停工还不够，还要来拜这个破祠堂。顾家可是南城首富，那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我倒要进去看看。顾总，老爷子吩咐过不让我们进去，不然我们还是在这儿等等吧。等？一个破祠堂有什么不能进的？我倒要进去看看，里面有什么名堂。
这也是我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儿了。罢了，念你顾家虔诚侍奉半年，但需记住，顾氏族人每半年须得在家主的带领下到神祠来供奉香火，否则灵脉动摇，顾氏家族的气运也会受到重创。你是谁啊？竟敢让我爸给你下跪，找死是吧？放肆，不得无礼！爸，听着，思瑶，每过半年，你要带领全族来神祠供奉香火，护持顾家的气运。从今天起，你和他立下2年婚约，以后凡事要多听他的。顾家的兴衰全系于你们一身了。爸，凭什么呀？他是谁啊？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，我为什么要嫁给他？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这是爸唯一的遗愿了，你快答应我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约定之期将至，灵脉维系全在仙尊一念之间。他若真的离去，灵脉也将彻底暗淡。希望最后2年里，你能与陆青同心进退，真心相爱，换他能一直庇佑顾家顺遂。快带我爸去医院！我不管你是谁，用了什么手段蛊惑我爸，想拿捏我，做梦！思瑶，要不是老爷子临终前硬要把他姓陆的塞进来，现在站你身边，名正言顺拥有这一切的，应该是我。什么名正言顺？沐尘哥，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思吗？他当时就是蛊惑了我爸，还让我每半年都去那个破庙烧香。我呸！他就是个江湖骗子。不过沐尘哥，实话告诉你，我这2年从来没有让他碰过我，我的身体只能是你的。想不到在外风光无限的顾总，在我面前竟然这么听话。我就喜欢你喝毒的样子。顾总不好了，公司出大事了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是不是西山度假村的重启项目通过了？我就知道有我在，项目一定能成的。不是的，顾总，刚才传来消息，集团股市突然腰斩，资金链要断了呀！还有我们旗下的所有公司都被勒令暂停营业，下面全都乱套了。不止如此，现在所有的投资方同时宣布撤销投资，咱们的项目无限期暂停啊！是啊，什么？仙尊，这个顾思瑶果然还是没有来神祠供奉香火，他这不是置自家气运于不顾吗？枉你每次都自耗精血，为他化险为夷，近来气运动荡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罢了，灵脉受损，顾家危在旦夕。老规矩，随我护持灵脉。仙尊，快，时间不多了。顾总啊，我记得陆先生叮嘱过，要让你每半年去西山神祠供奉香火，不会是因为今天你又没去，这才……什么狗屁香火！一个江湖骗子说的话你们也信？迟早我要把那个破庙给拆了。沐尘哥，这下可该怎么办呀？之前每次有困难的时候都是你帮我解决的，这次你也一定能解决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思瑶，你先别急，我去打个电话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
是啊，怎么办啊？妈的，顾思瑶，大晚上的给我找事儿，我哪有什么办法呀？要不是为了得到顾氏集团，老子才不跟你在这过家家呢。思瑶啊，这件事儿可能有些……顾总，好消息，盘面再次发生变化，股市逐渐回暖了。顾总，旗下公司已经趋于稳定，逐渐恢复秩序了。还有那些投资方通知我们合作继续。不仅如此，还要增加投资呢。太好了，沐晨哥，果然还得是你，我就知道找你准能解决。又解决了。顾氏集团每隔半年就要出点幺蛾子，顾思瑶每次还都来找我，可我什么都没做呀，危机就自己化解了？难道说我才是那个能让顾家屹立不倒的真命天子？区区小事不值一提。思瑶，有我在，自然不会让顾家出事。是啊，这次啊，还真是多亏了林少啊。是啊，看来啊，只有我和沐晨哥强强联手，集团才会稳如磐石，蒸蒸日上。大家继续嗨，今晚玩尽兴。快过来！沐晨哥，今晚我要好好报答报答你。仙尊，仙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仙尊，您这又是何苦啊？过了今夜，便是您婚约到期之日，也是与顾家两断之时。顾家各分支家主都会前来祭拜，反观顾思瑶，却对您言语不敬，行为无状。您与灵脉共生共息，您若离去，灵脉必毁，顾家也会随之崩塌。您又何苦再为这种人耗费精血啊？我与小山的约定，至今已经729天，距离2年的婚约还差1天。既然已经承诺，哪怕差1秒，我也要信守诺言。喂，思瑶，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哎，仙尊三思啊！他这种人突然叫您前去，一定没好事。万一他……不必多言，既然约定还在1日，那我就要护他1日。仙尊，思瑶，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怎么喝这么多？陆青，还是你最好。每次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都出现。我是你丈夫，这本就是应该的。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好好珍惜你。来世？什么意思？我的体检结果出来了，肾衰晚期。医生说，只有换肾才能活命。我们俩的配型合适，可是我平时那样对你，哪还有脸开口求你？没想到他竟然有悔改之意。我不日飞升，肉体凡胎对我也无甚用处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我答应过你爸，只要婚约还在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。走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圣祠。思瑶，我们说的没错吧？他一定会换肾救你的，你输了。这陆青啊，果然就是只大舔狗。是啊，思瑶，为了你，连男人都不做了。看来林总啊，这局又赢了。什么意思，顾思瑶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当然是我演的了呗，都怪你这个废物，害得我游戏又输了。游戏？
什么游戏？自然是拿你这种底层人当蝼蚁玩耍的游戏了。陆青啊，你既然说自己是思瑶的老公，那你就理应替她受罚吧。看见了吗？把这双鞋给我舔干净。你再说一次。林沐晨说的对，陆青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是我的丈夫，那我现在就命令你照他说的做，现在跪下。顾思瑶，我没有想到你居然会为了取悦他们，竟然这样羞辱我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名义上的丈夫啊。丈夫？那你说我作为你的妻子，我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？最不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？我的生日又是哪天啊？哼，你看吧，他连我这些都不知道，还说是我的丈夫，笑死人了。我不知道，是因为我们俩从来没有一起吃过一顿饭，更没有一起庆祝过一次生日。我只知道，你3岁的时候走丢，你父亲不顾自己的安危寻找了你3天3夜。我只是知道，你16岁的时候首次执掌你们分公司，你彻夜未眠，为了写出那个计划书。我更是知道，你外表虽然看上去强硬，闭嘴！陆青，你竟然调查我！我没有，这都是你父亲告诉我的，只不过我记在了心里。够了！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呀？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摁住！我顾思瑶向来说话算话，答应你们的绝不反悔。还敢还手？今天这鞋你舔定了！你敢？思瑶，为什么？陆青，在我面前你竟敢动手，反了你了！你今天要是动沐尘哥一下，我饶不了你。对，就是这个，给我舔！舔！陆青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思瑶，你可真行啊！你这是驯夫还是训狗呢？看给治得服服帖帖的。就是，驯夫训狗不都一样吗？在我顾家，我想让他怎么样，他就怎么样。沐尘哥，没事吧？陆青，你还敢还手？敢阴老子！陆青，你别忘了，我和你结婚那都是看在我爸的情分上。过了今晚，婚约到期，你别想在我家再多留1天，到时候你就在大街上喝西北风去吧。好，这是你亲口说的。时间一到，你们顾家我1分钟都不会多待。到现在还装呢。沐尘哥，我们走，让我好好的检查检查你的伤势，顺便我牵手安慰你。仙尊，他们竟敢如此折辱于您，您刚才为什么要用神识阻拦我，惩罚他们？不必了，我跟他的约定此刻结束。仙尊，您这是何苦啊？约定到期，飞升在即，您大可以一走了之，为何还要为这灵脉注入自身精气？难道您还要长久护着顾家？
莲姐，你可知当年小山为何在临终前还要顶着最后一口气，把顾思瑶托付给我吗？这是为何？他无非就是想利用我跟他的夫妻关系，让我继续庇佑顾家的灵脉，护顾思瑶的周全。这些我早就知道，但是顾家在800年前确实对我有恩情，所以我才将灵气注入其中。只要灵脉不被人破坏，就会世代相传。我对小山的承诺没有食言，我与顾家从此一别两宽。想什么呢？终于滚了，这下彻底清静了。为了这一天，我等了整整2年。放心，我会让全城的人都知道，你林沐晨是我最亲近的人。对了，西山度假村项目当初被我爸突然叫停，现在是该恢复了。这第一件事情就由你来帮我完成。我们现在就回西山，拆了那座碍眼的破庙。好啊，不过时间还早。我们还可以再操练一下。二表哥，别来无恙啊！怎么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呢？如今先生答应的50年承诺期已满，他这一走，灵脉马上就会变暗淡。你们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？不用怕，思瑶2年前就已经嫁给了仙尊。这么说来，仙尊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按照辈分，他还是我的侄女婿呢。思瑶，我就知道今天是个大日子，你一定会来。这位想必一定就是侄女婿吧？还是第一次见面呢，这几年呢，多亏了你了，几次为我们顾家呀化险为夷，你就是我们顾氏的大恩人呐。是啊，是啊，那是当然。沐晨哥的能力有目共睹。看来我们没有认错人，果然气宇轩昂，这么多年依旧青春不改啊。这群人还真是势利，不过这顾家男主人的位置坐着还真是舒服。感谢各位叔叔伯伯们今天到场。我顾思瑶很是感激，这个项目就是由沐晨哥负责。他负责？看样子仙尊已经被思瑶给说服留下了，这么一来，顾家灵脉就保不住了。放心，只要我们的侄女婿能留下，我们绝不插手，完全听你们的。顾家有今天，
全都是侄女婿的功劳啊！难不成我还真是顾家的救世主，是大福星？这么一来，顾氏集团早晚都是我一个人的呀。很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思瑶，你这是做什么2年前，这本该是我顾家的度假村，就因为这个破庙处在这里，项目迟迟没有动静，害得白白浪费了那么多资金。我今天来，就是当众要把这个破庙给拆了。拆神祠，这可使不得呀！这下面压着谁？各位别激动，你们看这西山的景色多好啊！杵着这么个破庙在这儿，是不是有点太煞风景了？我们准备在这里建一座西式教堂，到时候我会和思瑶一起在这里举办仪式，希望各位都能到场支持啊！动作麻利点儿，把这碍眼的破庙给我彻底推平！这样，放肆！大胆顾思瑶，竟敢在神祠灵脉前撒野！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从我顾家神祠里出来了？陆青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还以为你已经滚出南城了呢。各位，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舔狗而已，不用搭理他。原来是这样，小子，我们家思瑶优秀，人尽皆知。可是她已经结婚了，你没看见我们今天在搞族中大事吗？赶紧滚，要不然我先替她教训你！滚！滚！赶紧滚！顾思瑶，你大闹神祠，视为不尊；口出狂言，视为不敬；自毁基业，视为不忠。如此不尊、不敬、不忠的顾家，我竟然护了整整50年，我真是有眼无珠。50年？你疯了吧？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呢？真是没想到，跟我都跟到这儿来了。你还真是个只会死缠烂打的废物！我警告你，既然签了离婚协议，就赶紧滚蛋！好狗不挡路。沐晨，你没事吧？陆青，你他妈敢动我！你真是瞎了眼了！你敢对仙尊动手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是啊，你就是一个底层的败类，算什么东西？仙尊，不要生气，今天我帮你出这口气，好好给这个小子松松这个皮。真是瞎了眼，这位便是为顾家守护神祠灵脉的仙尊，尔等竟敢对仙尊不敬！他刚才说什么？仙尊？他是仙尊？我呸！你不睁开眼睛看看，真正的仙尊在这儿，你是哪来的冒牌货？是啊，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？你要是仙尊，那我就是玉皇大帝。还有你这个女的，长得还算不错，你怎么跟他这种骗子混在一起？缺钱就来找我，只要我舒服了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大胆！我现在就拔了你的舌头！连剑，别动！你们记住，是我让你们顾家50年来风调雨顺、财源广进，也是我暗中为你们化解了3次灭族之灾、9次破产之危，更是我以金血续燃灵脉，保你们富贵安康。可你们不识真仙，不敬恩人，不念旧情，看来顾家是时候自食其果了。放你的臭屁！真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！仙尊在这儿，还敢在这儿胡言乱语，也不知道要装到什么时候！赶紧滚蛋！滚蛋！滚蛋！不管你们信或者不信，顾家的恩情我没有辜负。如今顾思瑶终得良配，婚约也已期满，我就不再叨扰了。至此，我与你们顾家再无任何瓜葛。至于灵脉，自生自灭。哈，好大的口气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，你没完了是吧？有眼无珠，无需多言。这些分别对应着你们顾氏一族的财帛、寿禄、官禄、姻缘。
契约。既然承诺已尽，那他们也该彻底消失。什么？集团资金链断裂，股票崩盘，我的公司破产了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我娘刚刚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间就病重入院了呢？喂，怎么回事？我家阿达为什么会被抓走啊？逆子啊！家门不幸啊！家门不幸呀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先生明明答应留下来了。我看，该不是这个臭小子被四瑶拒绝了，恼羞成怒才动的手脚啊！一定是这样。陆青，别人我不了解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别以为你使了点小把戏就能唬住我。真没想到，顾家居然会出了你们这样的后辈，真是家门不幸。小山一变赤诚，终是错付了。小山，我爸的乳名也是你叫的，疯了吧你？你别忘了，当时要不是他，你这种底层人能和我搭上关系啊？你事到如今，你仍然不知悔改，看来你们顾家的命数也就到此了。陆青，你还胡言乱语。我原本看在2年的份上，我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，但你执意要拦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别管他，给我动工！我看谁敢！仙尊，仙庭，陆青，你不要命了！哎，妈的，陆青，给我去死！谁都不能阻挡我上位！仙尊，顾家要变天了。真是仙尊！沐尘哥，沐尘哥，你没事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他提前动了手脚。竟然被掀翻了！你果真是仙尊！一群凡夫俗子，见仙尊不贵，还口出狂言。是都嫌命太长了吗？哎呀！仙尊恕罪啊！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我们都是被骗了。是啊，求仙尊饶命啊！顾家不能毁在我们手里呀！都跪什么跪？你们被他给骗了！快给我起来！四瑶，你也看到了，他不是一般人，咱们不能拿全族的命运赌气呀！是啊。就算你不相信我们，也要相信你爸呀！他临终前的话，你忘了吗？赌气！我顾思瑶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我自己，不是这个装神弄鬼的骗子。顾思瑶，你父亲把你托付给仙尊，是让你醒悟，不是让你带着顾家走向绝路。闭嘴！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我爸当初就是被他给骗了。陆青，我不知道到底你用了什么手段，但是相处2年，你什么货色？我比谁都清楚。顾思瑶，事已至此，这2年来，顾家屡次濒临破产，又幸免遇难，你不会以为都是他林沐尘的功劳吧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他们林家早就破产了。他们林家早就破产了。思瑶，思瑶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人家每笔账我都给你看过，字迹写得清清楚楚。他就是嫉妒我们在一起。没错，林家的账本我亲眼见过，沐尘哥的实力也有目共睹。
你别想唬我。思瑶，你清醒一点！刚才千尊轻轻一挥手，咱们接连几家都出事儿了，难道这是巧合吗？就算你不相信我们，也该相信你爸爸。你爸临终前的话，你忘了吗？沐尘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懒得跟你们这些老糊涂啰嗦。陆青，别忘了，我们已经一刀两断，但沐尘哥受伤这笔账，我迟早跟你算。快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仙尊，你也看到了，他这样做和我们没有关系啊。是啊，仙尊，仙尊恕罪，都是顾思瑶那个蠢货，是他一意孤行，我们都是被蒙蔽了呀！是，求求仙尊，求求仙尊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！够了！蒙蔽。这2年来，顾思瑶对我不敬，你们当中可曾有一人出面相劝？他屡次缺席供奉，你们又可曾有一人提醒？方才他欲毁祠灭脉，你们当中又可曾有一人以死相护？你们非但不劝，反而趋炎附势，助纣为虐。见他亲信于林沐尘，便落井下石。如今大难临头，你们却又把责任推卸在一女子身上，顾家子孙何时变得如此不堪？仙尊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饶过我们吧，我们愿意奉你为主，从此顾家上下为你马首是瞻，为你马首是瞻，为你马首是瞻。我对顾一山的承诺已然兑现，50年的护友，2年的婚约，早已仁至义尽。如今灵脉反噬已至，顾家的末日就在眼前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这下全完了，全完了，故事要完了。仙尊，您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顾氏灵脉反噬也连累了您？不是反噬，是心结。先者飞升，当斩7情6欲，封口5牵5挂，羽化登仙。而我始终跨不过这道天命。心结？难道又是因为那个顾思瑶？可是你们明明已经离婚了呀！更何况您从未对他有过爱意，何来7情6欲？果然，孽缘未断。你别忘了，恨意也是7情之一。当初我应下小山这门婚约，早已沾染红尘，我与他的命数早就交杂在一起。如今，他对我恨之入骨，才导致7情未断。仙尊放心，我现在就去解决了他。不可，这段情缘自我而起，也只能自我而终。待我亲手斩断所有的情缘，便是我登仙之时。沐尘哥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呀！你们听好了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把沐尘哥治好，不然我让你们全部都滚蛋！顾总，这也太奇怪了。李先生只是受到轻微撞击，轻微震荡，按理来说不应该血流不止啊。瞧着顾思瑶担心的样子，当初但凡对你有这一半的好，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。不过，灵脉反噬已经开始了，
过不了多久，林沐晨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在病床上，这是活该。没错，顾总，所有的止血方案我们都试了，完全无效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枉你们还自称专家。对了，神医，陆晴，我命令你马上把神医。陆清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我说过我的卧室你不许进，出去。你病了，高烧不退，我是在给你治病。你还会看病？吹什么牛？出去！瑶瑶，瑶瑶，你终于醒了。太好了，你知道我多担心你。沐晨哥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还杵在那儿干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，滚出去！沐晨哥，你知道吗？我昏迷了3天，陆清竟然说是他给我治的病，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找来的赤脚医生而已。钱还是我替他出的。我就说，怎么可能是他救的我？沐晨哥，还是你对我好。沐晨哥，你等我，我现在就去找神医，一定可以把你治好。陆清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陆清，你给我站住！陆清，你给我站住！有事吗？这话该我问你吧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难道你是要看沐晨哥的笑话吗？你想多了，我们只是路过。路过？你骗鬼呢！沐晨哥现在变成这样，吐血不止，肯定是你害的吧？一定是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这件事情没完。顾思瑶，你别血口喷人，他落得如此下场，不都是因为你吗？挖掘机可是你安排的，要不是你强行拆陈词，怎会发生这种事情？顾小姐，是你亲口说的，我们已经一刀两断了。就是。等等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这件事情你必须负责。我问你，1年前我重病时，你请来的那个神医他叫什么？住在哪里？我现在需要他来救沐晨哥。神医？没错，多少钱都可以，只要他能来，我顾家有的是钱。哼，哪来的什么神医？顾思瑶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当年你高烧不退，所有人束手无策，是仙尊不惜耗费自身元气救了你，自始至终救你的人都是他。什么？真是越说越离谱。陆清，你不想帮我就直说，至于让他编出这种鬼话骗我吗？你当我顾思瑶是傻子？还有你，长得也算有几分姿色，整天跟着一个骗子背后瞎晃悠，你图什么？图他装神弄鬼，图他穷得响叮当吗？真是自甘堕落！你找死！怎么着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你动我一下试试啊！装模作样。陆清，就算没有你的帮助，以我顾家的人脉和实力，我也能找到那个神医。顾总，好消息啊！林先生病情突然好转了，血也止住了，生命体征也正在恢复。
看到了吗？沐尘阁吉人自有天相，我们用不着你，快滚！你，仙尊，你看他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不对啊，林沐尘肉体凡胎，若遭灵脉反噬，绝无生还可能，怎么会？原来又是你暗中出手相助。我压制了林沐尘体内的反噬，暂时替他续了命。可这是为什么？他刚刚在神祠外可是要对您下死手，这种人死不足惜，你为何还要救他？我飞升在即，不可再生业障。况且，他已经受到了足够大的惩罚。如若之后他仍然执迷不悟，万事自会受之。只可惜，我方才注意到顾思瑶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。您是说，灵脉反噬的天谴已经开始侵蚀他的身体了？没错，我跟他的孽缘还没有断干净，他还不能死，否则我需要等到他下一世轮回的时候才能彻底了断。是，在飞升之前，我必须维持其性命。待升仙之后，这一切也就与我无关了。这是太憋屈了。他这样对你，你还不得不为他续命。可是眼下，我们该如何替他压制反噬，暂缓天谴的到来？既是反噬，必须要用到纯阳之物长生参。长生参，这东西可难找得很。不过我听说，近日霍家要举办拍卖会，压轴之物正是一颗千年长生参。仙尊，我记得之前您对霍家有过救命之恩，若您亲自前去，或许……看来我必须亲自去一趟霍家了。思瑶，我又让你担心了。别这么说，沐尘哥。沐尘哥，你没事吧？医生，医生！顾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沐尘哥不是已经好转了吗？林先生确实是已经好转，但毕竟失血过多，而且精血双亏，这没那么快痊愈啊！滚出去！哎，精血双亏。本台最新消息。备受瞩目的霍氏家族年度拍卖会将于明日举行。据悉，此次拍卖会的压轴之物极为罕见，是一株据传有千年药龄的长生参，传说可以补血益精。长生参，千年药龄，沐尘哥，你听到了吗？这长生参一定可以帮到你。那是霍家的拍卖会，门槛很高，而且竞争一定很激烈。只要是对你有用的东西，我无论如何都要拿到。他霍家算什么？我顾思瑶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。你放心，我明天一定把长生参带回来。爸，你一定要撑住！我已经派人去国外去找最顶级的医疗团队了。您放心，就算是倾尽所有，我也一定会找到能治好你的名医。没用的，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。当年若不是那个人恰好出现救我性命，我这把老骨头早就变成灰了。能借来这50年的阳寿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那个人，爸，你告诉我他是谁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我们霍家虽然没有顾家的势力大，但是我们也是有名有姓的大家族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把他给请来的。没用的。算算时间，此刻他应该已经不再凡尘，飞升成仙了。他就是顾家。原本拍卖会的宾客名单已经拟好了，可刚刚1前1后又来2位客人，看样子很急切。打开。快把人请进来！啊！你们先出去。
真的是您呐！躺下。没想到我在临死之前还能有幸再见仙尊一面，已经死而无憾了。50年未见，不曾想到你竟病得如此严重。承蒙仙尊当年搭救，若非仙尊当年赐我灵药，续我性命，我早就没有了，更别说我霍家这份基业了。对了，仙尊，听说你娶了顾家的女儿，顾玉山这个老狐狸，打了一手好算盘呢。为了顾氏一脉的气运昌盛，他竟然用自己的亲生女儿拴住你呀！红尘俗事而已，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如今2年的婚约已满，我与顾家再无任何瓜葛。不日，我将斩断尘缘，飞升仙界。顾家如此怠慢仙尊，看来顾家的未来也将烟消云散了。只可惜我霍青山是看不到那刻了。你的病熬不过1日，但也并非绝路，我有办法可以治。真的？实不相瞒，今日我来，正是为了你们霍家拍卖会上那颗长生参。如若想治你的病，那颗长生参必须在我这里。届时，我会将其一分为2，一半用来注入灵气，包你药到病除；另外一半，我需要拿走，另有他用。多谢仙尊，多谢仙尊搭救。只是我这把老骨头，没有办法亲临拍卖会。不过仙尊放心，我立刻吩咐霍刚、霍夏，他们兄妹2人必定全力配合，确保这颗长生参一定要到您的手里，绝无意外。如此，便有劳了。多谢。爸，怎么没看见您家的贵人呢？你们记着，这位贵客是世间少有的高人，你们切勿怠慢。特别是咱们霍家拍卖会上那个长生参，一定要确保能够拿到他的手里。爸，这名单上多了2个人，您说的是哪一位啊？就是爸，您就安心休息。儿子已经知道您说的是谁了。那2位谁是贵客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知道就好。他不但能庇佑霍家的兴盛，更能决定为父的生死。爸能不能熬过今晚，可就看他的意愿了。您放心，整个南城谁不知道他的大名？我们一定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，绝不会让您失望。哥，爸说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整得那么神秘，说什么救过他的命，还可以决定霍家的命运，这整的也太玄乎了吧？这还用猜吗？今天早上突然来的那2个人，一前一后，除了那位无人不知的顾思瑶小姐，还能有谁让父亲如此重视，说出这般重话？原来如此，那为了霍家的未来和咱爸的病，我们这次一定要好好招待他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出发会场。好久不见，是啊，请。以后多合作。好。你好，顾总。顾总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们霍家蓬荜生辉啊！霍少、霍小姐，不必客套。我这次来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霍家拍卖会上的那颗长生参。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家父刚才特意嘱咐过了，这长生参一定也只能是您的，我们霍家必定倾力相助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没想到霍家这么给面子，看来他们和那些趋炎附势的家族一样，只知道巴结县内而已。很好，既然是公开拍卖，那该走的流程自然是要走的。我顾家做事向来很守规矩。那是自然，顾总放心，规矩我们懂，霍家会在规则之内，确保您如愿以偿。快去吧。
顾总，你没事吧？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欢迎莅临本次拍卖会。在此，我要特别感谢顾氏集团董事长顾思瑶小姐的莅临，掌声欢迎！哎呀，顾总既然亲自来了，看来对今天的拍品是志在必得呀。这下可有看头了。论财力，顾氏那可是首屈一指，谁还敢跟顾家抢啊？顾思瑶怎么来了？难道是灵脉反噬加剧？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也是奔着长生参来的。既是灵脉反噬，寻常医院又怎么可能随便能查出结果呢？以他的性子，多半是为了林沐晨。看来今天免不了一场争夺了。虽然昨日您将那枚古玉佩典当筹得资金，可是以顾家的财力，我们恐怕还远远不够啊。尽力而为吧。为表诚意，霍家将临时调整拍品顺序。现在，第一件拍品便是原本压轴的千年长生参，起拍价1万元。100万。啊，直接就是100万，真不愧是顾总啊！顾总出价10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哎呀，这谁能出得起啊？是100万一次，100万2次，100万，200万。啊！这200万，都有这么大方？说真的。陆青，怎么又是你？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人是谁呀？竟敢跟顾总叫板？不认识。不过这小子敢招惹顾家，肯定要倒大霉了。顾思瑶，我去哪里做什么，似乎不需要向你交代了。顾总，这位是？他呀，不过是我顾家养了2年，如今被我一脚踹出家门的一条舔狗罢了。顾思瑶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要不是因为那颗长生参，这种地方请我们都不来。陆青，果然你就是故意的。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跟我抢，让沐晨哥永远都好不了，是不是？我要是不想让林沐晨好，我有100种方法让他悄无声息地消失，何必大费周章来竞拍一株药材？没想到跟我离婚以后，你这个胡言乱语、装神弄鬼的毛病还是没改。离婚？不，顾总，你和这个人竟然是……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就有传闻说顾总有2年的婚约，是顾老爷子强行逼你嫁给一个吃软饭的废物。原来这个人是你呀！原来他就是那个顾家的废物软饭男呐。不过我可听说他已经被顾总给赶出家门了。就是，估计是这家伙不甘心，所以才纠缠顾总。毕竟谁能舍得下这么大的家业？是啊，没错，他已经和我顾家完全没有关系。你们记住，这颗长生参一定不能给他。您放心，我们有分寸的。长生参这等上品，阿猫阿狗当然不配拿到，否则不也败坏我们霍家的脸面吗？这2位想必就是霍家兄妹吧？霍青山难道没有给你们什么别的吩咐吗？没错，是有吩咐，但只是让我们务必招待好顾总。有你这个废物什么事儿？这里轮到你说话吗？放肆！你们可知道，他可是在救什么？我们谁让你救？我看你们2人就是个骗子吧！没错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他。等等，你刚才说救？陆青，你这么想要这颗长生参，该不会是给自己治病吧？实话告诉你，此物是救命不假，但救的可是……我说什么？还真是被我猜对了吧？你可真可怜呀！刚被我踹出家门，就生了这么重的病，重到要用这种东西来救自己的命啊！我就说你这种穷鬼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长生参你不配用。没错，
就算是有病，也要分个轻重缓急。就凭你这个废物，拿什么和林先生比？好了，一个快死的人而已，我不想和他废话了。霍刚，把他轰出去。听到了吧？顾总已经发话了，你这个废物，还赖在这里干什么？赶紧滚！啊！哥，你没事吧？哟呵，你小子还有点蛮力啊！你们辈分太小，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霍家再怎么说也是南城的大家，该不会连这点待客的气度都没有吧？你，顾总，既然家父都已经发话了，这长生参已然是你的囊中之物，何必跟这种人生气呢？再说了，顾家可是家财万贯，不如一会儿在拍卖会上用实力狠狠打他的脸，让有些人知道，一辈子他都高攀不起。也是，今天毕竟是霍家的主场，这样闹下去确实难看。陆青，我实在懒得跟你这种穷酸一般见识，你想留就留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跟我顾思瑶斗。哼，仙尊，我看我们还是走吧。你看他，就因为林沐晨跟我们抢，他这不是亲手断了自己的活路吗？再等等吧，毕竟机会难得。各位，刚才只是个小插曲，现在拍卖继续。这颗千年长生参，刚才顾总出价100万，这位先生出价200万。现在第2轮竞拍开始。顾氏集团300万350万，400万。这故意一直给自己500万，如果再躺下去，恐怕就真没机会了。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跟你玩到底，我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500万。啊！500万！陆青，这么高的价，你是故意要和我顾家作对是吧？既然是拍卖，我出价有何错呢？既然你执意要与我顾家作对，那我就让各位看看我顾家南城的分量。我顾家点天灯，点天灯啊！今天不惜一切代价，这个长生参我顾思瑶要定。点天灯了，这就意味着不管对方出多少钱，顾总都要跟上，压过他一头啊！顾总这是豁出去了，不惜一切，压上整个顾家在赌啊！他竟然为了那个小白脸点天灯，这不是就是在羞辱您吗？太过分了！仙尊，您已经为了顾家的灵脉消耗了太多自身灵气了。无妨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仙尊，你就别再硬撑了。今日来，顾家灵脉不稳，可是那个顾思瑶却无动于衷。是您连续护持了3天3夜，才稳住了灵脉。您真的已经牺牲了太多太多了。你先走。可是，好吧。大晚上在这装什么死啊？看着就晦气。脸色这么差，要不要帮你请个医生啊？我正好认识一位老中医，诊金很公道的，绝对不会让思瑶为你多花冤枉钱的。沐晨哥，心怎么那么善？干嘛为他着想？他就是一个吃闲饭的，身子骨哪有那么娇贵？你还杵那儿干什么？赶紧走啊！等会儿我和沐晨哥还要在那里讨论工作呢。既然顾总点了天灯，若是无人应答，这颗长生参便名花有主了。恭喜顾总以501万的价格成功拍得此物。哇，
好，恭喜顾总，顾家还是有好恭喜啊！也罢，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无用功而已。没想到这个顾思瑶曾经对你不管不顾，却对那个林沐晨如此大方。陆青，怎么不加了？一个靠我顾家施舍了2年的废物，以为典当点破烂儿就能翻身了。不自量力。罢了，此物于我并非必须。既然你视若珍宝，拿去便是。我都把你的救命稻草给抢没了，竟然还能装得无所谓。有时候真佩服你的脸皮啊。不过，你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。顾总，您的长生参。我这就去给沐晨哥煲汤，等他好了之后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你的成全。顾思瑶，你真是不知好歹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仙尊来拍这颗长生参，其实是为了给你治病，救你的命。你是说我有病？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还不了解吗？我能有什么病？现在你相信了吗？我只是最近休息不好而已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不就是想骗走长生参，给你这个快死的短命鬼治病吗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我巴不得你早点死，省得在我面前瞎晃悠。你真是无可救药。霍少、贺小姐，今天多谢二位了。这份情我顾家一定会还。今后霍家有需要顾家的地方，我顾思瑶一定帮场子。顾总，您太客气了，能为您效劳是我们霍氏的荣幸。是啊，顾总，那就祝林先生早日康复了。不过，家父的病还得麻烦您伸出援手了。什么病？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当然没问题。我现在就下令，让顾家手下的名医全部都来霍家，给老爷子治病。真的吗？那太棒了！我就替霍家，替家父，谢谢顾总了。谢谢顾总。那至于你，我都已经说过了，离开顾家你什么都不是。既然都已经生病了，就赶紧找一个地方自生自灭去吧，别留在这里丢人现眼了，晦气！拍卖会还要继续，你们2个故意来找茬的，还不快滚！别让我们亲手轰出去。对呀，请吧。怎么样，事情可都办妥了？那颗长生参可交到那位贵人手里？爸，您就放100个心吧，一切顺利。长生参已经按照您的吩咐交给他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快把他请进来。他答应过亲自给我治病。爸，你看，顾总很满意。特意把他们顾家最好的医疗团队全都派过来了，这下你的病有救了。有救了。顾思瑶啊？怎么会是他？不是您吩咐的吗？啊！不过当时还有个叫陆青的，就是顾家那个被踹出门的废物赘婿，他竟然也想抢着长生参，幸好没得手，直接被我们轰走了。混账东西！谁告诉你们贵客是顾思瑶？那贵人就是陆青，他就是50年前自灵药为我续命的仙尊。你们2个蠢材！爸！这下全完了，我怕是熬不过今晚了。没想到我霍家的未来就断送在你们的手里。爸，
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我现在就去给陆先生道歉，把他请回来。就算背，也要把他背来。我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。爸，爸，你醒醒吧！爸，请冷静。爸！沐尘哥，这是我特意花了500万给你拍下的千年长生参，对你身体再好不过了。思瑶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最近为了照顾我太累了？我没事，我看我就是被陆清那个阴魂不散的废物给气的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今天在拍卖会上，他竟然跳出来跟我抢这颗参。他也在，他要这长生参干嘛？我看啊，他自己也病入膏肓了呗。不过他一个穷酸废物，拿什么跟我顾家斗？沐尘哥，别管他了，他的死活和我们现在没有关系。倒是你，赶紧喝了这汤。住手！他不能喝。陆清，又是你们2个，竟然都追到这儿来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顾思瑶，仙尊是为了救你而来，你恶疾缠身而不自知，只有这颗长生参能救你的命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必遭大难。救我！编，继续编。我就是最近照顾沐尘哥太累了而已。倒是你们2个这么想要这颗长生参，我看是陆清这个短命鬼，快活不下去了，狗急跳墙了是吧？你顾思瑶，我再说一次，灵脉的反噬已经深入你的5脏6肺，唯有这颗长生参可以救你一命，不然你大限将至。够了，少在这儿废话！你当我真的好骗啊？思瑶，毕竟人命关天，要不然还是……他不配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跟你抢。看到了吗？这千年长生参仅此1颗，全部到了沐尘哥肚子里，你的救命稻草没了，彻底死了这条心吧。还有，你们俩不许再靠近沐尘哥半步，给我滚出去！真是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，气死我了！我刚刚看他似有不适，定是灵脉反噬加剧了。这种人死不足惜。只是仙尊，现在没了长生参，那您的飞升岂不是要耽搁了？不，我已经感知到我跟他的孽缘正在渐渐消退。或许这本不该有的缘分要彻底断了。沐尘哥，这千年长生参果然名不虚传，才1晚上，你气色好多了。都是你的功劳，思瑶。这些集团的核心文件还等着批阅呢。最近公司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接二连三的出现各种事情，真让人心烦。
你太焦虑。等我身体再好一些，就能帮你分担不时的事务了。来人，给沐尘哥泡茶。愣着干什么？没看到有客人吗？还不去泡茶？顾东，家里的佣人要是不得力啊，改天我给你送几个机灵的过来，怎么样？他不是佣人，他是我那个没用的丈夫。原来他就是那位上门女婿啊！顾总，您这么出色，嫁给这种人真是可惜了。迟早会让他滚出顾家。我们谈的都是集团机密，有你什么事儿？该干嘛干嘛去。思瑶，思瑶，怎么了？该不会是那个废物没在你身边伺候你，你反而不习惯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使唤他惯了，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还没有补新的佣人。沐尘哥，我亲自给你泡茶。别动，水这么烫，不及时处理会留下疤痕的。给我。行了，我自己会弄，谁让你碰我的？少在这假惺惺的占我便宜。陆青，我就不信没有你，我还照顾不好我自己了。我头怎么这么痛啊？怎么能这么痛啊？沐尘哥，好痛，你快点来。思瑶，思瑶，别怕，我先带你去医院。放开我，不用你管。沐尘哥，看来陆青那个废物说的没错，你还真的得了重病。装了这么久，我正愁怎么解决掉你呢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睡吧。今后顾氏集团就由我帮你打理。顾思瑶，思瑶，沐尘哥。
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陆青，怎么又是你？沐尘阁人呢？我问你话呢，沐尘阁人呢？你是不是把他怎么样了？是我送你来的医院，从家到这里，一直都是我。你送我来的医院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该不会是看沐尘哥没在，又趁机耍什么花样博取我的同情吧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别吵了，这次来不是来跟你争执的，是来跟你道别的。你我因果已了，尘缘已尽。从此往后，我不会再来打扰你，保重。道别？你赖在我身边2年，早就该滚了，有多远滚多远，永远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你听好了，顾思瑶，你得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病，而是顾家灵脉的反噬正在侵蚀你的5脏6肺。之前那颗长生参，原本是你唯一的生机。又来了，什么灵脉反噬，一看就是装神弄鬼。你是不是想咒我？你听我说完。我原本就不是凡人，顾玉山在临终前强行为你我缔结婚约，并不是他一时糊涂，而是他用他生前最后一丝生机，为你为顾家获得更长久的庇佑。我护你2年，是我对他的承诺。你给我闭嘴！不许你提我爸，他就是被你蒙蔽了。什么庇佑，什么灵脉，胡言乱语。2年间，顾家数次危机。你真以为他林沐尘随便一个电话就能解决？是我自损精血，才能一次一次地稳住顾家的灵脉，化解灾难。可如今，顾家衰败在即，可那个林沐尘呢？我猜他趁你住院昏迷的时候，正在盘算着如何吞掉你们顾氏集团。胡说八道！沐尘哥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你不就是嫉妒我和他在一起了吗？我不允许你这么污蔑他。顾思瑶。你我夫妻一场，虽有名无实，但是我对小山的承诺，我做到了。你信与不信，都在于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出现在你跟前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滚！别让我再看到你！快滚！你听好了，顾思瑶，你得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病。而是顾家灵脉的反噬正在侵蚀你的5脏6肺。一派胡言！陆青，你这个废物！走之前还不忘恶心我。当初答应我爸和你结婚，就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决定。思瑶，思瑶，思瑶，你怎么了？沐尘哥，你终于来了。集团怎么样？集团很好啊，怎么突然这么慢？那就好。刚才陆青那个疯子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，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就知道是他装神弄鬼，故意吓我。你怎么可能背叛我？那是当然，我怎么会背叛你呢？毕竟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这么顺利的得到这一切呢？沐尘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之间还分什么你我？说得好，现在你的已经全都是我的了。
你什么意思？奇怪，你说到底从哪儿泄露出去的消息啊？竟然被陆清那个废物知道了。唉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在你昏迷的这几个小时里，顾氏集团已经跟我正式交接了。哦，感谢你当初的信任，集团上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拦我。现在，顾氏集团已经姓林了。你说什么呢，林沐晨？你是在开玩笑的，对吗？开玩笑？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本台集讯，就在刚刚，原顾氏集团董事长顾思瑶发表书面声明，因病卸任董事长一职，由现任董事长林沐晨接掌顾氏集团，并宣布即日起集团更名为林氏集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不是要永远在一起的吗？我可是把一切都给了你啊！永远在一起？顾思瑶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爱你啊？我爱的一直都是顾氏集团这块肥肉啊！这2年陪着你演戏，看着你羞辱陆清那个废物，再利用对我的信任，一点点渗透。我等的就是今天。林沐晨，没想到到头来你竟然这么算计我！都这样了，就别挣扎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病啊，陆清没骗你，确实很重。不过病因不明，哎，医生也说了，治不好。所以啊，你就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。当初在霍家拍卖会上，我为了你不惜点天灯，亲手拿下那颗千年长生参喂给你喝，没想到断了我自己的生路。陆清说的竟然是真的。那是你活该，是你有眼无珠。哎，话说陆清还真是有点本事，但你却放着真正的靠山不要，你非来贴着我。我亲爱的顾总，这一切不都是你自找的吗？您好，患者的住院费该交了，不然按照规定，我们就只能清退病房了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他生病又不是我。啊？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你的所有资产已经被划到我名下了，你现在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。林沐晨，你难道一点情分都不讲吗？啊，神经病啊！谁他妈跟你讲情分啊？啊，既然他没钱，那就按规定办。我不认识他。好的，林先生，我明白了。不，沐晨哥，你不能这样子。看在我对你这么好的份上，我把所有的都给你的份上，求求你不要让我自己在这儿。我会死的，我真的会死的。
滚！顾思瑶，我跟你哪有情分啊？不对，你想拆西山那个破庙，你放心，你完不成的事儿，我现在就替你完成。只是可惜了，你可能没办法亲眼看见西山度假村的竣工了。林沐晨，你不会这样的！你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再怎么说，我也是顾家家主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把钱拿出来的。你还在这顾家的呢？你怕是还不知道，昨晚全城都传疯了，你们顾家一夜之间要么自杀，要么失踪。现在林家才是南城首富，至于你，屁都不是。难道陆晴是对的？这就是他说的灵脉反噬。既然林先生已经嘱咐过了，没钱那就别怪我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臭要饭的，没钱看什么病？赶紧滚蛋！陆晴，原来你没有骗我，从一开始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辜负了你。从今天起，你和他立下2年婚约，以后凡事要多听他的。顾家的兴衰，全系于你们一身了。陆晴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别怕，现在去医院。放开我，不用你管。看到了吗？这千年长生参仅此一颗，全部到了沐尘哥肚子里。你的救命稻草没了，彻底死了这条心吧。道别，赖在我身边2年，早就该滚了。有多远滚多远，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出现在你跟前。你好自为之。原来你才是真正护着我的人，是我眼盲心瞎，是我践踏真心，是我亲手把真正护着我的人给推开。爸，我对不起您的嘱托，陆晴，我好想你啊！你在哪儿？我一定要找到你。西山的破祠堂处理的怎么样了？说好的，我今晚要彻底看到那个鬼地方消失。林总，我正准备向您汇报，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但西山那边的村民突然聚众阻挠，说施工会污染神祠旁的水源，他们还翻旧账，说几年前顾氏集团的项目就已经搞臭了一条河，至今河里还有死鱼。一群不知死活的刁民，他们也敢挡我林沐尘的路？去，让施工队弄点百草霜，掺进他们平时喝的河水里。林总，这万一搞出人命，恐怕……人命？几条贱命能值几个钱？我现在是南城首富，就按我说的做，出了事儿由我兜着。好，我这就吩咐下去。还有，我明天要亲自去看结果，我倒要看看，还有谁敢找不痛快。连剑，我与顾思瑶的尘缘已尽，今晚便是我借助这神祠斩断最后的羁绊，飞升仙界之时。请你为我护法，稳固灵脉核心。是。仙村，年间跟随你修行数百载，有些话若是再不说出口，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我本是神祠里一枚寻常的莲花烛灯，偶得日月精华，才有了灵气，幻化成人。是您点化于我，赐我名姓，引我入道。这些年来，莲见对您不只是尊崇，更有了凡人的。莲见，我历经红尘，800春秋，见惯了悲欢离合，人世间的情愫与我，早就是过眼云烟。你灵根纯净，道心坚定，假以时日，定能飞升成仙，甚至青出于蓝而胜过于我。不必因我乱入人间情爱。莲见明白，这2年来，莲见见证了顾思瑶是如何对待您，更是见证了您的隐忍。我觉得，您不应该被这样对待。莲见从不敢奢求仙尊的回应，只是飞升临别在即。但求仙尊知晓这份心意，莲见别已无憾。顾思瑶，怎么又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仙尊已经说过了，从此与你再无瓜葛。飞升在即，你赶紧走。陆晴，仙尊，陆晴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求你看在我们的情分上，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顾思瑶，灵脉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反噬的后果我也跟你提过，句句肺腑。可你曾听进我的话半句，如今灾难临头，你自身难保，才想起回过头来求我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对不起，陆晴，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你当初对我有多好，是我鬼迷心窍，信错了人。我不求回到从前，只求能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。求你，给我一次我们好好说话的机会，行吗？够了，顾思瑶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当初的傲气呢？你欺辱仙尊时的得意呢？这些事你都忘了吗？我们可都没忘。我看你现在就是怕了，怕死，怕穷，怕你们顾家从此消失在南城。现在赶紧给我滚！陆晴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怎么都弥补不了你这么多年的委屈和痛苦。但是，求你看在我父亲和爷爷的份上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想赎罪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都接受。神仙，救命啊！我们听说此处有个活神仙，专程过来向你们求救的。我们村的人不知道怎么了，好多人都倒下了，上吐下泻，全身浮肿，求神仙救救我们吧！是啊，救救我们吧！一定是顾氏集团的施工队，我们不让拆庙，说会污染水源，然后我就看见他们偷偷摸摸的在水里倒东西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哎，你不是电视上那个顾家的董事长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林沐晨，一定是他。他说过要拆庙，如今我了解那些人的手段，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遭殃的不该是那些无辜的村民。求神仙开恩！求神仙开恩！仙尊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求仙尊显灵！是啊，全村人的性命可就在您的手里了。别犹豫了，来不及了。仙尊不可，神祠灵气一聚，天门随时会开。若此刻离去，灵力损耗，恐怕会错失良机啊！切勿以凡尘之事
误了，先到前程。况且，顾思瑶的话您别全信，还是小心为好。仙道渺渺，以人为本。修仙者若是见死不救，弃苍生于水火，那这仙不成也罢。是。既然你有心赎罪，那就一起吧。先把他带进大厅，那里有灵气庇佑，暂时性命无忧。你们村在哪里？快带我过去救人。啊，仙尊，仙尊，可是仙尊，请。仙尊，这边，仙尊，这边。拦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他们往河里偷东西了，我都看见了。没良心的东西！这条河是我们村的命根子，你们往里投毒，还有没有点良心？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！现在在这南城，老子就是王法！一群不知死活的刁民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林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南城的新首富。今天，你们谁敢阻挠，就是跟我林沐晨过不去。识相的，就赶紧给我滚蛋，别挡着我发财。你有钱就了不起啊！有钱就可以偷毒害人。我们今天就算拼了命，也不放你走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打！坏人，不要打我爸爸！顾子，不要相逢！相逢！林沐晨，收手吧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被我踹出顾家，只会吃软饭的废物陆青吗？你，还有你，一个快咽气儿的病鬼，怎么？现在临死前给我来一出夫妻双双把家还，多管闲事儿。林沐晨，你赶紧收手吧，你不能再害人了。顾思瑶，我看你真是脑子病坏了。当初是谁整天嚷嚷着说要拆了西山建度假村？是谁跟我说这破庙看着碍眼？是我吗？啊！现在跑过来跟我装什么大善人啊？是我错了，是我当时瞎了眼。可再怎么样，你也不能投毒啊！这个河下面连着西山好几个村子，多少人都指着他，你这是断了大家的活路。我呸！轮得着你管我？看清楚，你现在一无所有，而我林沐晨是顾氏，哦不，是林氏集团的新主人。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林沐晨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你本就不是顾家血脉，强占基业以损阴德。之前，我是念你无知，才出手暂缓你的反噬，留你一条性命。我原本以为你会迷途知返，可没想到，你竟然变本加厉，做出投毒杀人的恶行。你就不害怕天谴吗？陆青，就你这套神神鬼鬼的骗术，你也就只能骗骗这个没脑子的蠢女人，还天在看。天在哪儿啊？老子现在就是天！实话告诉你，你不仅要把这些人全都赶出去，还要炸平西山，挖地3尺。我要建世界上最大的游乐场。至于那些刁民，爱死哪儿死哪儿去。你真是疯了！既然这些人执意阻挠进度，那就都别死，听我命令，给我继续加量，把剩下的全倒进去。大家别听他的。我顾思瑶是顾玉山的女儿，你们都是跟着我们顾家很多年的老人，你们可曾想过，我们顾家什么时候让你们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？说的有道理。我顾思瑶对不起大家，更对不起爸爸和爷爷。从小长辈就教导我，做生意要凭良心，要讲道义。是我当时被利益蒙了心，辜负了长辈对我的教诲，也辜负了真正对我好的人。各位
反了你们了！反了你们了！我现在才是董事长，我的话谁敢不听？小顾总说的对，这种昧良心的钱，老子不干了！我们不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我们不干了！我们不干了！不干了！我们不干了！不干了！一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！看来，人心你买不了，天意你更逆不了。李牧尘，到此为止吧。妈的，陆青，还有你陆思瑶，你们两个又串通在一起坏我好事，老子杀了你们！仙尊小心！天谴到了。西山灵气汇聚，林沐尘，你强占顾家气运，以招反噬，如今更妄图毁脉伤民，引起天怒。这剜心之痛，就是你触犯仙尊的报应。这一次，你就乖乖等死吧。难不成你不是骗子，真是他们口中的神仙？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！你们别走，快送我去医院，滚回来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，你开个价，多少钱都可以。是啊，原来我们以往的情分上，你帮我说句话，我是我闺蜜心桥，我们不是说好的会一直在一起的，对吗？求求我！林沐尘，你对我都是利用和欺骗，你的报应是你自找的。林沐尘，你对仙尊造的孽，桩桩件件都记在我们心里。妈的，我和你们拼了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快走！死人了！天作孽，犹可为；人作孽，不可活。天门已开，我们快走，切勿错失良机。神仙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救救我们村吧！这条河可是我们几代人的命根子呀，毒药不解，以后我们可怎么活呀？是，求求神仙，救救我们村吧！救救我们村吧！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，神仙！救救我们村吧！救救我们村吧！求求你了！救救我们村吧！随我施法。仙尊，你要做什么？飞升乃是我一人之道，可眼前事100余条性命，怎可见死不救？我修行数百载，你若连苍生疾苦都能放弃，这些不修也罢。仙尊，你的灵力好不容易获聚圆满，现在天门已开，若灵力有失，飞升之路将会变得极其艰难，恐怕之后再无良机。仙尊，你三思啊！我意已决，人命关天，片刻不可耽误，速助我！仙尊，你没事吧？各位，河水的毒素已经被我用灵力肃清了，让中毒者饮用此水，毒性自可解除。
太好了，谢谢哥哥，谢谢。仙尊，天门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，我们必须马上回神寺。好。顾家气运已经彻底断绝，灵脉反噬的天谴终是印在了他身上。仙尊，我们不必管他了，我们走吧。顾思瑶，我念你终有悔改之意，这一世我再救你一回。谢谢。仙尊，怎么会这样？是刚才为了肃清河毒，我已经耗去了太多灵力，已经难以。看来这道天门我是跨不过去了。不，仙尊，你为了等待这一天，已经苦修等待了8百载，我们怎能就此放弃啊？我们再试一次，一定还有机会的啊！罢了，我的身体我很清楚，灵力不足已是徒劳。既然天命如此，不可强求。灵力不足，灵力。仙尊，倘若算上我的呢？你要做什么？你不可胡来！莲剑，你好不容易修行至此，实属不易，不可为我断送前程。仙尊，此生能伴你走，莲剑无悔。莲剑，停下！停下！你会形神俱灭的！莲剑，莲剑。此生能遇见你，追随你，已是莲剑最大的幸运。我对您不只是敬仰，更是倾慕。今日能以我毕生修行换您飞升成功，莲剑心甘情愿。只是我真的好想能一直在你身边。莲剑，你好傻呀！你放心，你的夙愿，我陆青一定会带你一同实现，绝不食言。你既寄生于这神赐灵气之中，就在此处等我。下一世，我们再不分开。
尘缘尽，因果清。今日以进士之心，问道之诚，请求登仙上天门。师尊，您第一次来这里还不理解。我听天上的小头说，这处神祠可不一般。如今看守此地的是位女施主，据说是首富之女，后来不知怎的，只在此地清修度日，真是让人唏嘘。来。可有香客到访？我看不见，有些不便。您可自取香烛。若是找人，唯有贫尼一人。给。师尊，你们认识？谢谢。陆谦。百转千回，结草衔环，对你不起，来世尽还。不用谢。师尊，看样子这只是盏普通的莲花灯而已，你何故驻足？莲剑，我没有食言，我来找你了。这灯竟然……我这是在哪儿？请问您是？我叫陆清，你呢？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好像还没有名字。那既然萍水相逢，你恰巧又得到了我的看化，从一个莲花烛灯变化成一个人形，不如我赐你一个名字怎么样？啊？嗯。莲，出淤泥而不染；剑，明心见性，洞见真容。不如就叫你莲剑，喜欢吗？莲剑，莲剑。这个名字好听，那我以后就叫莲剑。相逢不易，你愿意跟我一起修行问道吗？好，既然你是神仙，就叫你仙尊。